说到世界上最尴尬的海军，想必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便是蒙古国海军吧。明明是一个内陆国家，却非要发展海军。更离谱的是，这海军7个人中，竟只有1个人会游泳。不过，虽然听上去很离谱，但蒙古海军却是世界上唯一在盈利的部队。比如，他们可以在夏天里运送货物，到了冬天又可以凿冰捕鱼，而在旅游旺季时还能充当导游接待游客。因此，蒙古海军至少能自给自足，不需要花费军费也能存活下去。相比之下，另外一个国家的海军才是真的凄惨，好不容易斥巨资凑了几十艘军舰，可一回头却发现自家的海没了。这个国家便是中亚5国之一的乌兹别克斯坦。乌兹别克斯坦位于亚洲中部，是一个被内陆国家包围的双重内陆国，意思就是不但自己没有海，与自己相邻的其他国家也都没有海。既然条件不允许，那么乌兹别克斯坦为何动了发展海军的念头呢？其实，乌兹别克斯坦起初也并没有想发展海军，可随着周边国家纷纷开始借助周边的湖泊大搞海军时，乌政府也开始着急了。倘若其他国家都有海军，唯独自己没有，岂不是会被世人笑话？正好此时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有着世界第4大湖泊的咸海，虽然面积不大，但完全可以利用起来发展自己的海军。于是乌兹别克斯坦咬着牙斥巨资，从其他国家搞来了几艘老式的军舰。还别说，组建完成的海军实力确实远超当时的其他斯坦国。可还没来得及高兴，这刚下水的军舰便因为临时组建的海军操作不当沉入了湖底。这可把乌政府给急坏了。要知道，这几艘军舰可是掏空了国库才搞到的，要是就这样弄没了，恐怕没法向国人交代。于是乌政府只能咬紧牙关，再次花巨资进行打捞。也不知道是因为咸海含盐量过高，还是打捞不当，反正捞上来的军舰早已破烂不堪，根本连维修的机会都没有。这下算是彻底断送了乌政府的海军梦，只能看着空荡荡的咸海望洋兴叹。然而，正当其他国家以为乌兹别克斯坦会放弃建设海军时，却发现咸海里突然出现了大量巡逻舰，密密麻麻地排了10几艘。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，正当乌政府心力交瘁之时，美军正好以反恐的名义到了中亚。为了能搞到些好处，乌政府同意了让美军入境。至于美军到底做了什么，好像没人去深究，只知道美军走后的乌政府突然就变得有钱了。而拿到钱后的乌兹别克斯坦第一时间便想到的是重建海军，除了咸海上的10几艘巡逻舰外，还通过各种渠道从其他国家搞来了军舰、炮舰、驱逐舰等各式各样的海上军事装备，甚至还抽调了部分陆军，组建了一支规模不错的海军陆战队。不得不说，此时乌兹别克斯坦的海军实力确实空前强大，就算是放在一些相对弱小的沿海国家里，那也是出类拔萃的。为了炫耀自己的海军实力，乌兹别克斯坦的海军舰队开始来回的在咸海里穿梭，碰到邻国的船只便会集体鸣笛警告，恨不得让所有人都知道自己才是如今中亚地区的海军第一国。然而没过多久，乌兹别克斯坦就发现咸海里的水似乎变少了很多，原本就不大的咸海也正在逐渐缩小。是的，咸海的生态早在苏联时期就已经遭到了破坏，再加上周边国家的不断索取，咸海的枯竭早已是不可逆的事情。同时，随着全球变暖，在极端高温的影响下，原本一望无际的咸海也彻底变成了沙漠。而乌兹别克斯坦在咸海里的军舰也随着湖水的流失一挪再挪，最终湖水枯竭，军舰也只能沦为沙漠骆驼的栖息乘凉之地。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乌兹别克斯坦非要执迷于海军呢？这就说到了乌政府的痛点了。像乌兹别克斯坦这样被团团包围的国家，恐怕这世上也没几个，而这种令人窒息的压迫感和危机感，估计也没人能体会到。因此，乌兹别克斯坦只能不断强化自己的军事力量。倘若明显发现自己在陆军上占不到优势的话，那么自然而然便想到了发展海军来给自己壮胆。可任谁也想不到，好不容易凑齐了船，自家的海却变成了沙漠了呢。